大家好，我是微微庄主。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黄金白银的行情跳水之后呢，我们的策略要如何调整。那有朋友问我说，我现在手里有黄金白银，在这样的行情下，我要怎么去调整我的仓位？还有朋友说，那我现在手里没有黄金白银，可是我又看好未来的长周期的商品市场，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做？那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那我们还是老的习惯，如果在整个视频当中，你觉得我的哪一个观点或者哪一个数据对你来说有用，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小心心，让我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更适合你们。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上次呢有聊到说，现在呢投资者呢学习了过去40年的经验。我们上次举例子举的是美股，就是在每次的这个降息之前这个蓝色的线是美联储的利率。那它每次降息之前呢，市场都会上行，对吧？那这一次呢，市场在提前上行了，就是说投资者他会去学习过去市场的表现，然后来抢跑。那这一次我们来看黄金我们看这3条黑色的线就是在过去真正降息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黄金呢在每次降息的时候都会往上涨。所以这一次呢，就产生了一个抢跑，就短期快速抢跑的一个过程。看这里就到这儿了，非常快速的一个抢跑，而现在其实还没有降息呢，对吧？那我们讲说，虽然说呢，我们投资黄金呢是一个长周期的逻辑，但是呢，在投资者学习过去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的一个行情经验当中呢，投资者就开始抢跑了。好，我们说虽然我们有可能到了这一个周期，并不是这一个利率下降周期，是利率上升周期，那很多东西都会有变化，但是投资者学习的是最近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所以短期抢跑。那我们看呢，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一次呢，就是说降息会比较谨慎我们在今年年初其实就讲过，就是说大家都预期说3月份可能会降息，后来又6月份，现在又说可能今年可能没有降息为什么我们当时很早就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说，这一次呢，有可能就到了一个这种长期利率上行期，在长期利率上行期，平均降息等待时间是9个多月高的话要1年半，18个月。那在利率下行期呢是5个多月。这幅图我在每一期视频当中，几乎每一批视频当中都有反复讲。这个图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理解长周期的资产配置还有行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建议大家如果想详细听我解读这个图，看一下我前面的很多视频的内容。那我们讲说呢，在这种上行期的时候呢，通胀会很高，所以美联储主要看的是通胀。在这种下行期的时候呢，通胀没关系，所以看的主要是经济数据那现在目前呢，到这个位置，那通胀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在通胀可能会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降息需要格外的谨慎，因为你不谨慎，你突然降了，通胀可能就上去，你控制不了了。这是我们的底层的逻辑那我们说，在黄金跟白银抢跑之后呢，它现在目前快速跳水回调，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最合适？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叫资产再平衡。资产再平衡呢，其实有很多种平衡方法。那最常见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有一个策略你说我投资 A 这么多，投资 B 这么多，对吧？这是你刚开始投的时候。后来呢 A 上涨了，所以你的仓位在 A 当中可能就这么多，对吧？然后 B 下降了，跌了，前面这些就没有了，就变成了这些跟这些。然后很明显通过时间之后 A 上涨，它变得更多了， A 的仓位变更多了， B 的仓位变得更少了，所以怎么样，要定期再平衡，把这个 A 的一部分卖掉，然后买 B， 这叫做资产再平衡。那再平衡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仓位的平衡其实再平衡有很多种平衡的方式，还有叫套利 K 线的再平衡。套利 K 线我们前面有专门的一期视频讲套利，什么是套利 K 线，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是品种选择的利器，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它其实很容易理解，它其实就是个比值。比如说你 A 资产跟 B 资产的一个比值我们看这个呢，就是一个金跟银的长期的一个比值，它有一个中枢的，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然后
往中枢去回归，像一个钟摆一样哈。那我们说呢，就是说用套利 K 线再平衡的方式怎么做呢？比如说你套利 K 线是在这个区域当中你是这样子波动，对吧？那你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会预期 A 会下降 ，B 会上升，从长期来看，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多的去买 B， 然后少部分资产放在 A 上。假如你依然看好 A， 可是你这个时候你 A 就要变得更少一点，因为长周期它会往下走，这种套利 K 线啊，这个其实也是决定仓位的一个利器，它不仅是品种的选择，也是仓位的一个利器。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哈，这个图很有意思。美国的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美国的股市除以黄金，什么意思啊？假如说我们不用纸币，我们用黄金作为这个钱来代表这个美股的价值的话，那我们用7年，为什么？因为黄金的周期是7年，黄金的小的周期是7到8年，用7年做一个就是同比的数据。好，我们会发现呢，在这种下行到0的这种位置是什么？是什么位置啊？是说美股跟黄金，这个黄金未来要跑赢美股的一个位置，它只有在真正的资产翻转的时候才会产生。什么叫资产翻转？就是说你股跟黄金，你的资金大的资金要从股票到黄金了，黄金要开始跑赢股票了的这种时候才会发生。这个就代表了一个资产整体市场资产的一个再配置的一个过程。黄色区域后面这一块是金本位已经废除了哈，金本位被废除之后呢，其实只有2个超级的买点，那目前是第3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很多视频当中会讲，这是一个 lifelong 就人生长度的一个投资机会，是因为这种机会非常少。好，你看这是在什么时候？这是在04年，这个是在71年，71年到04年有30多年啊。我还是非常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开始把一些精力跟眼光从股票移到商品市场当中。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要产生了资产的转变。我们说，我们再回头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说，就是说，在我们认为一个品种跟另外一个品种相比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需求。那么当我们看到了某个品种短期强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再平衡。如果你手里已经有资产，已经有 A 跟 B 这样的资产，我们预期当市场会大幅度震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做再平衡。因为你平时是很少有机会，又很难找到这样机会去做再平衡的哈。那如果你手里没有，手中没有怎么办？那圈子的用户呢，可以用我们的数据，就是你低于2或者低于3，总之你认为它足够便宜的时候，你再实行3要素。什么是3要素？定好总仓位，对吧？然后定好每一次的时间跟每一次的金额，然后当这3个要素全满足的时候，你才去买入。用3要素去入场，是波动最小，大家心理承受能力最容易去做，最舒适的一个方法哈。我有视频专门介绍3要素，也请大家去看。那好，其实就是说在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并不一定说你今天卖出 A， 然后我明天就买入 B， 有可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包括手中没有资产的朋友，你执行3要素也是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做策略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去执行的，等于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耐心。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幅图送给大家，这是巴菲特说的一句话。当然不仅是股市，所有的投资市场都是。股市是一个从急躁者手中向耐心者转移金钱的装置。那我希望我们的读者都能够有足够的耐心，把我们的策略执行到底。那如果在整个视频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观点或者哪一个数据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星星或者赞，谢谢大家。